海底针大家听这名字也知道，好像金针一样你入海底一样。那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右手就比如成金针向前下插掌的意思。那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大家呢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指尖的意识。好，下面请看这个动作的完整演练。我们左右穿梭做完以后，接海底针。那么这个方向是在正前方的左前30度方向。落脚以后，我们要把方向转成正方向。那么重心继续前移，到左支撑腿，右脚呢跟半步，一步的一半，然后右脚再外展45度，将身体转正，同时右手手腕放松。向右走立圆，左手在体前画弧，右手提到耳侧以后，向前下插掌，左手搂按到自己左膝的外侧，身体可以向前微倾大概30度，右手向前斜下方插掌。这时候重心在右腿，左脚虚，右脚实。左右穿梭做完以后，把重心再继续向左腿移动，重心继续沉实左腿，右脚跟半步，一步的一半，然后呢，把这个右脚的脚尖向右外侧转45度，脚跟内收，同时右手腕放松，右手往下走弧，顺着自己身体走立圆，把右手提到耳侧。自己的右耳侧方，左手呢随着转体向自己的右侧方画弧形到腹前，左手继续向左外侧搂到左膝外侧，右手沿自己中线向前下插掌，同时调整自己左脚与右脚之间的步幅，然后形成身体向前有一点倾斜，提顶竖向前下插掌一个海底针的动作。由于方向的缘故，我们再把它转向，变成玉女穿梭，转到正前方的左前30度。我们转正方向，大家看一下右脚动作。现在我们的右脚方向冲着正前方。那我们在跟半步的时候，大家看右脚向前跟半步，这个右脚向右外摆，脚跟内收45度，也就是正前方的偏右45度落脚。这时候右手手腕放松，右手贴着自己身体的右侧画立圆，左手从左侧向右侧画一个搂的这个圆，然后左手继续搂，从腹前搂出去，右手向弦下插掌。注意右手一定不要在右侧方的自己的身体的中线的方向，眼睛看前下方。好，收势。左右穿梭做完以后，变海底针的时候，重心容易出现起伏，这个时候我们要重心保持平稳，重心在原来的这个高度上保持平稳，走重心前移。好的。那么我们跟半步的时候，容易出现跟一步，也就是说右脚应该跟半步，一步的一半，但是我们跟到左脚脚跟后方了，或者脚的右侧方了，这时出现错误。我们一定要跟半步，一步的一半，左右脚两脚跟的距离大概有一脚的距离为宜。好，右手呢，手腕呢不放松，直接往下按掌了。右手一定要以小指一侧为力点往下松沉，所以这手一定要松沉，沿着自己身体右侧画立圆，提到耳侧。这时候提到耳侧的时候，有的同学在做的时候掌心向前，这时候应该是什么？
提起来以后松腕，指尖向前下插掌。你要掌心向前就行拍掌了。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走立圆以后提起来，以指尖为力点向前下插掌，走。左手有一个搂，对。那么从侧面看呢，这个动作有的时候出现塌腰凸臀，这个时候很多的同学做塌腰凸臀，身体有时候过度前倾，这时候要敛臀立腰提顶。好，那么这时候再转正方向看一下，我们在做的时候容易出现歪胯现象，走。对，左胯太高，右胯低，身体向右倾斜，歪胯的现象。这时候一定要把左胯松下来，两胯跟是平的。然后右叉掌呢，有时候往外侧叉掌去了，或者右叉掌太低，往前下叉掌，身体呢可以有前倾，大概30度角左右。左手呢，有时候四指指尖的不向前，而是向外，四指指尖向前，重心呢到后腿来。好，再转过侧方。我们这有时候这个前腿出现前腿弓步过多的现象，身体的重心站到前腿过多，身体重心主要还在后腿，前腿是虚腿。前腿我们做的时候是随时可以提起来的，对，提起来再落地的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前倾的这个角度不要过大，更不要太直立身子。有的同学在做的是直立身子。好，收势。海底针这个动作，攻防的用法大家看一下。假设对方指当锤向我击来，那我在做的时候，左手有一个搂出对方这个手臂，把它让开。这时候往前下插掌，那么前下插掌呢是攻击对方的裆部或者是腹部。那么我们在做的时候，一定要把对方的拳搂开，这时候前下插掌。好。那么攻防动作我们就讲到这里。我们左右穿梭变海底针这个动作一定要注意方向的变化，因为我们做完穿梭以后是左前30度，那我们再走的时候，如果根部脚尖不转的方向，我们就还是30度方向。所以呢，我们这出现了转正的方向。那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，一跟半步，右脚一定是外摆45度，右手随着你外摆以后，重心向右腿移动的时候，右手外旋，贴着自己身体的右侧走一个立圆。左手呢，随着身体右转，在体前画一个圆弧，有搂的意思，在体前搂，右手在前下插掌。这个时候保持你重心还是在后腿。我们在侧面来看一下，大家看，跟半步转，右脚一定有一个外摆的动作，45度方向落，右手随着转腰画立圆提起，把左脚调整正方向，前下插掌。这时候很多同学重心太过往前，或者说是前腿太过僵直，前腿微提。这时候还有什么呢？从侧面看，看塌腰凸臀，这时候一定敛臀立腰提顶。眼神呢，在做的时候我们注意，一定不要看自己的正前下方，而是通过你的手往远方看，把眼神露出来。那我们这个动作呢，才能体现出你的这个动作规范、演练，这个眼神都出来了。那这个动作呢，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。